这期视频是分享一些通过使用 AI 将自己的一段文字描述来生成对应的图片。如果大家喜欢，请点赞、收藏本视频。那这期视频呢，因为我们讲的是 AIGC， 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AIGC。AIGC 通俗来讲，其实就是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对应的一些内容，多媒体内容。比如说通过AI 来生成图片，通过 AI 来生成文字、生成语音，甚至生成视频，这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本次呢讲的是通过使用 AIGC 工具，将一段文字描述来生成对应的图片。那本次呢，比如说我们会讲到有百度文心一格阿里的通义万象，还有很多微软的工具，以及一些非常著名的同样非常著名的一些 AIGC 工具，那我们都会来讲解。那第一个工具呢，就是百度的这个文心一格。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在线的制作海报，也可以做一些艺术字的创作，广告设计等很多功能。我们呢本次只演是通过文心一格使用一段文字描述来生成我们希望要的图片。那点击这面的这个立即创作。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输入我们想描述的一段文字，这个文字呢用来包含我们想创作的这张图片的一些关键词。比如我们现在想创建一张图片，图片上呢是一个小兔子，嘴里呢吃着胡萝卜，朝着太阳奔跑，并且在绿色的草原上。那我这段话就叫做在绿色草原朝着太阳奔跑的小兔子，嘴里吃着胡萝卜。然后呢点击下面这里面立即生成，就会生成我们当前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看的各种各样的图片。那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自己需要的关键词来描述的越加详细，它生成的图片呢也会越加的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效果。那这个工具呢，这个工具呢是阿里的通义万象，它的功能呢也是很多的，我们也本次只演是使用它来创意作画。在这个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击创意作画，在这里面呢同样输入我们想对这张图片的描述。那我们采用了跟上一次演示一样的文字描述，然后呢点击生成创意画作，同样呢这边就生成了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当然我们如果不想用的话，可以点击再次生成。然后呢下面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创意设计，比如说一个奔跑的小兔子，而且选择的画面的风格呢是素描下面也同样整个的设计效果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画面的精细程度以及元素的表达也是都是不错的。它又生成了4张图片。好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那这个工具呢，实际上是微软必应的一个图片创建器，使用的功能呢，同样是通过文字描述来生成对应图片。那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的文字描述，然后呢点击创建，它就会在右面来给我们生成一些我们看到的图片像和对应的元素小兔子、胡萝卜、草地、太阳。那这同样就是如果我们需要更加的描述，一定要把自己的描述更加的细致全面。如果说大家只是想要一个灵感的图片的话，那就加上几个关键词，让 AI 来帮助我们生成随机的图片，来给我们一些创意灵感。那下一个工具呢，其实也是微软的必应但是我们用到的功能呢，是用到它的这个 Chat 聊天功能。通过它这个，就大家最近也听过这个 ChatGPT 对吧？那微软呢，它也是接入了 ChatGPT。我们呢，通过使用微软必应里面 Chat 聊天功能，让它来给我们生成一些图片。比如我说，在绿色草原朝着太阳奔跑的小兔子，嘴里吃着胡萝卜，为我作画。它就告诉我，请稍等，帮助我作画。那做完了这些画，对吧？同样呢，我们还可以说让小兔子跳舞，把胡萝卜换成其他食物。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呢，它帮我们画成了一个小兔子，嘴里呢叼着现在是它喜欢吃的苹果，而我们上面呢是根据我的文字描述，想让它叼着这个小胡萝卜，对吧？然后呢我们通过跟它对话，让它把胡萝卜换成其他食物。它首先呢去搜索兔子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然后呢把它换成了
苹果，换成了菠菜，换成了玫瑰花。那这个功能呢也是比较强大的。那这个工具呢是微软的 Designer， 它主要面向的是设计人员。它呢有一个功能是可以使用用它来作画的。那打开这个页面之后呢，点击这里面图像生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输入文字描述。我这里面呢之前尝试了一些中文不是很友好，所以我本次把一些中文换成了英文描述。那它的文字描述呢同样是一只小兔子嘴里叼着胡萝卜，在绿色的草原上朝着太阳奔跑。那生成的效果呢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可以点击任何一张图片进行继续的编辑，生成我们想要的海报啊，或者说 PPT， 或者说视频封面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工具呢其实是一个在线的 AI 模型的运行平台。这个平台呢托管运行了很多模型，其中我们本次要演示的这个模型呢，它能实现通过文字描述来生成对应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文字描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由中文换成了英文。那也一样，一个小兔子在绿色的草地，嘴里吃着胡萝卜，朝着太阳奔跑。这是它生成图片，而且图片的精细度和真实度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还是很满足我的预期的。那下一个工具呢也是同样的，在这个 AI 平台还有另一个文字生成图片的模型在运行着。我也用同样的功能文字描述来生成一个小兔子在草原上奔跑。大家可以看到哈，还是很有趣的。那这个功能呢，它实际上是，比如说原来我们有一张这样的山峰图片，只有上面这么大的一个主视体，只有上面这么大的主画框，这个图像的大小，我想把它扩展成这么大的一个图片。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使用这个工具把图片拽上来，它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设置来将我们上端、下端全部扩容成一张完整的且高度还原、符合画面风格的图片。但是呢，因为我现在演示的时候呢，这个后台的服务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暂时没有办法演示。等到大家需要使用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满足我们一张图片的扩容内容的扩充。那这个工具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根据一张图片生成与之对应的相似的一系列的图片。那它实际效果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手里有一张照片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手里有一张照片，那我想要几张同样风格、同样人物的不同角度的画面，那该怎么办呢？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自己，对吧？你可以自己重新的去绘画出来。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生成与之对应的不同角度、人物动起来在不同的时间的一个照片。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把一张图片拽上来，然后呢，它会根据这张图片与之对应进行相似的图片生成。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是原始图片，我们基于这张图片呢，生成了3张相似度很高且不同角度、不同动作的图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新生成的3张图片完成我们自己的内容编辑，而且呢，这一张图片的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那这个功能呢，就是通过一张图片生成同系列、不同内容、不同角度的图片。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支持将我们一张图片的风格进行转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张图片拽上来，然后呢，它支持将我们图片风格转换成，第一种呢是赛博朋克的这种科技风，第二种呢支持将我们图片转成这种动画风格，第三种呢是可以支持将我们图片转成这种油画风。那我们来做一个效果的演示哈。一张图片拽上来，这张图片呢是原始的一张故宫图片，然后呢我们这边选择一张动画风格，也就是说将一张真实的故宫图片转成一张动画风格的效果。我们看一下，
好的，已经生成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右面是一张原始的图片，左面呢是将我们这张原始图片生成了、转换成了与之对应的这种动画风格。啊，这是第一个效果，对吧？原始的图片还是比较相似度高度还原一致的哈。它总共生成6张，我们看这个效果，还有这个的动画风效果，往下翻，这个的话变化就比较大了，对吧？这个效果我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同样。好的，那我们其实呢这几个工具呢就给大家讲解完了，也演示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希望了解工具的深度使用方法，或者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工具，欢迎留言。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也请对本视频点赞收藏。我会继续将发现的各种好玩有趣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生成图片即可获得本期分享的所有工具链接。我们再见。